Hello，各位網友大家好。我哋今日講下廣州上下九步行街呢，點解搞到今時今日咁沒落嘅？咁好多人都話呢，俾電商搞死啦。冇咁簡單嘅，有幾個因素嘅，唔係淨係電商嘅。冰凍三尺就非一日之寒。其實食物上嘅網購呢，好早就有噶啦。喺九幾年嘅時候，廣州好多快餐店呢，就已經有外賣噶啦。只不過早期呢，就係用電話落單嘅，本店嘅伙計呢，就負責配送。嗰個年代嘅外賣並不會對實體店有任何影響嘅，因為嗰時叫外賣呢，係要加收配送費嘅，唔似依家咁扭曲。喺美團落單居然比親臨實體店仲要低價嘅怪現象。嗰陣時嘅卡通片啊，魔女宅急便啊，咪就係講送快遞嘅咯。頭文字 D 啊，藤原拓海啊，咪晚晚幫佢老豆送豆漿或者送豆腐咯。呢啲已經係早期嘅網購噶啦。就算依家啊，全球有好多地方都有網購平台嘅，唔係淨係你中國大陸先有啊。台灣有蝦皮購物、Momo 購物網、PC Home 24 Hour 購物，日本有樂天市場、Amazon、Yahoo Shopping。點解你唔見人哋嘅實體經濟會被淘汰呢？喺中國嘅網購呢，係非常畸形嘅，違背商業守則。正常嘅商業守則裏邊，廠家同代理商都唔可以做網店嘅。就算你要做網店，都應該將個售價要高於零售商，咁先至係大家都有錢揾。偏偏中國人做生意呢，就好中意玩小聰明嘅，啲廠家呢，就跳過代理商，自己以更低嘅價格去做網購，薄利多銷搶市場。零售商要請 sales， 又要交高昂嘅鋪租，個售價一定唔夠你廠家低㗎。係呢個因素令到實體店被網店淘汰㗎嘛。結果導致從事中間商同埋零售店嘅呢堆人就會失業，佢哋失業之後呢，就會失去購買力，引起嘅蝴蝶效應呢，就會令到廠家嘅出貨量亦都會跟住下降，最後就會造成廠家與廠家之間嘅鬥低價嘅惡性競爭，餓死同行就做死自己，就係咁解啦。罪惡之源就係錯誤嘅價值觀，低價搶市場加薄利多銷。可惜好多中國人到依家都未明白呢個道理，佢哋諗唔明點解歐洲會咁抵觸中國企業嘅低價傾銷政策。呢個係對整個實體店造成嘅衝擊，唔單止係上下九嘅。但係今時今日相比之下，廣州嘅北京路同上下九都係步行街。北京路呢，雖然都有沒落，但係沒落程度就遠遠唔及上下九。依家嘅上下九啊，喺非節假日俾支機關槍你掃啊，你都掃唔到幾多件啊。早期春節嘅迎春花市呢，即係行花街啊，係喺寶華路同多寶路區域嘅，連接住上下九嘅。呢個時期嘅上下九呢，係好興旺嘅，去上下九行街 shopping 嘅主要都係廣州本地人，即係西關地嘅人係最多嘅。喺1993年，政府將每年嘅迎春花市呢，就搬遷咗去荔灣路之後，當時嘅年輕人並唔中意去荔灣路嘅花市行花街，佢哋寧願改道去西湖路嘅花市，即係北京路啊、惠福東啊、西湖路啊嗰邊嘅花市。慢慢就演變成嗰啲比較潮嘅西關地嘅後生仔呢，平時行街都轉晒去北京路。嗰陣時嗰啲跟得上潮流嘅年輕人呢，習慣將越秀區嘅北京路、惠福路區域呢，就叫佢做中區嘅。落舞廳跳舞啊、踩 roller 啊，都去晒中區嘅。嗰邊有台北舞廳、清宮溜冰場，仲有好多波樓。啲潮人就去晒呢啲地方蒲。跟住去到1994年，政府為咗建設地鐵1號線、恆寶廣場，將寶華路、多寶路區域嘅廣州人大量強行遷移去芳村，更加減少咗去上下九行街嘅廣州本地人。從呢個時候開始，去上下九行街嘅本地人呢，就進一步減少啦。四鄉嘅人呢，反而慢慢增多。四鄉係指廣州周邊嘅地區，番禺啊、花都啊、增城啊、從化啊、佛山啊、南海啊。唔好睇少呢啲人口族群嘅變化，
雖然表面上仍然係人山人海，但係消費觀念同埋價值觀嘅差距咧係好大嘅。嗰啲比較潮嘅廣州西關本地人呢，無論係 taste 啊、消費意欲啊，都比四鄉人要高嘅。當時嘅本地人呢係好追星嘅，追香港明星啊，睇 TVB 劇集啊，又睇勁歌金曲啊。嗰陣時唔單止有年度嘅10大勁歌金曲噶，仲有季選噶。記得喺1993年嗰陣嘅初三學生啊，佢哋晚上呢係要返學校補習自修嘅。晚黑9點落課，一落課呢，個個都一支箭咁衝返屋企睇原振俠啊！原振俠裏邊有黎明、有李嘉欣、有朱茵、有洪欣、有王菲，靚仔靚女，潮到爆啊！所以佢哋買衫呢，首選係要個 style 要跟得上潮流，貴啲都冇所謂。呢個群體嘅後生仔買衫呢，佢哋去晒北京路，北京路品牌店咪特別多嘅，銷量亦都高。咩 U2 啊、G2000 啊、Bossini 啊，呢啲潮流嘅品牌店呢，首先就進駐北京路噶啦。而去上下九嘅呢，就以四鄉人為主。四鄉人嘅潮流性呢，始終係差啲嘅。佢哋買衫呢，就要平，你開價85蚊嘅，佢哋直接就斬價20蚊，唔賣就走。最後通常呢，就40蚊到80蚊成交。所以慢慢就演變成上下九買嘅貨呢，價格低，款式落後，品質亦都低。如果你嗰陣溝女啊，約啲女同學去上下九行街，人哋心裏邊就會諗，咁鬼靚嘅呢條友。2000年之後，呢個分化越嚟越大。上下九喺廣州後生仔嘅眼中呢，已經係 cheap 嘅代名詞啊！發展到唔單止係買衫啊，連普通嘅行街食飯啊，都去晒北京路啊、惠福東嗰邊啊。嗰邊有大和回轉壽司，有綠茵國西餐廳，有大頭蝦越南菜館，仲有惠福東路嗰啲大排檔。當時廣州跟得上潮流嘅本地人都去晒呢啲地方消費噶啦。呢個時候嘅上下九其實已經沒落緊噶啦。呢個係上下九沒落嘅第一個因素。第二個因素就係1995年嘅時候，上下九嘅霓虹燈招牌呢，係好似香港油尖旺咁亂咁飛嘅，不規則，好多都係打橫吊出嚟嘅，好凌亂嘅。應該講係喺領導眼中係好凌亂，好難睇。但係呢種凌亂呢，喺廣州人眼中就覺得好靚好潮。每間店鋪嘅招牌都有自己嘅特色同個性化，因為當時呢啲招牌嘅做法呢，都係照抄香港嘅。嗱，呢啲相呢，就係1995年係上下九嘅照片。雖然呢張相呢，就係網上揾嘅，但係我本人呢，喺1995年係去過上下九嘅，就係咁嘅樣嘅。後嚟政府呢，就話呢啲打橫吊出嚟嘅霓虹燈招牌呢，就好危險，打颱風嘅時候就容易跌落嚟，所以全部定義為違章建築，全部要拆除。之後呢，仲要規範化建造，就演變成依家咁呆板嘅街景啦。依家嗰啲燈箱招牌，個個好似神主牌咁插喺度，我就覺得好撚核突啦。依家呢個上下九步行街嘅街景呢，可以講係毫無特色。全國嘅商業步行街都係一個樣嘅，同質化。其實香港近年啊，亦都因應建築物條例嘅修訂啊，都拆咗好多霓虹燈招牌㗎。所以我上一條片都講過㗎啦，香港會越嚟越大陸化。呢啲拆招牌就係慢慢向內地靠攏嘅做法嚟㗎啦。正確嘅做法，你應該係去加強檢測，唔合格嗰啲存在危險嘅，進行加固、維修、保養，而不是一刀切咁通通拆晒。如果連香港都拆埋啊，以後想睇啲咁靚嘅霓虹燈招牌，就只能夠去日本或者係喺啲舊嘅港產片入邊睇㗎啦。第三個因素，2020年 COVID-19 清零政策，全廣州禁足3年之後，大批店鋪倒閉，市場消費力疲軟。上下九近人民路嘅路段，嗰邊嘅店鋪基本全部都倒閉晒㗎啦。跟住政府為咗保 GDP，喺上下九區域頻繁咁搞基建工程，嗰啲路挖爛又鋪，鋪好又挖，長年處於施工當中，每日條路呢就塞晒車，煙塵滾滾。
邊個會願意喺呢種環境下邊逛街呢？令到本嚟就經營困難嘅商鋪更加雪上加霜。依家嘅廣州啊，最多本地人去蒲嘅區域呢，就係北京路同埋江南西呢兩個商圈。最地道嘅美食亦都喺晒呢兩個區域。呢兩個區域嘅麻雀館啊、大排檔啊，你見到嘅90%嘅客人呢，都係講粵語嘅。大家如果翻去廣州玩呢，可以多啲去呢兩個地方蒲，親切感都多啲啦。廣州人可以講10個家庭裏邊有9個啊，喺香港都係有親戚或者朋友嘅。OK，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